今天让我们来聊一位年轻的神，他有着最自由的灵魂，他也有着化不开的血仇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充满了挑战，还有磨难。他为了恢复家族的荣耀，与自己的叔叔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战争。他的名字叫做荷鲁斯。荷鲁斯从小站在父亲的身旁，看到了埃及的荣耀，也感受到了所有人类与神灵对他父亲的敬爱。父亲的一切总是让他崇拜无比。年幼的荷鲁斯渐渐知道，他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王。另一方面，母亲的温柔给了荷鲁斯满满的爱。他选择让孩子自由成长，让荷鲁斯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可能性。同时，他也适时的导正荷鲁斯犯下的错误。有了伊西斯的引导，还有欧斯里斯作为范本，荷鲁斯将有机会成为埃及最伟大的王。可惜好景不长，赛特破坏了这一切。他谋杀了欧西里斯，把埃及带进了深渊之中。王庭倒塌，混人当世，埃及乱了。伊西斯带着孩子逃离王宫，此后她一边寻回丈夫的遗体，一边努力抚养着荷鲁斯。一个寡妇又带着一个孩子，难免会受人家的欺负，但是伊西斯依然坚强地面对这一切。在伊西斯的教导下，荷鲁斯学会了魔法与行军打仗的策略，而且他每天都会说上几个欧西里斯的故事。这让荷鲁斯知道自己肩负不只是家族的血仇，更是整个埃及的未来。一开始，他们居住在尼罗河的沼泽附近。这时候的伊西斯只想躲避赛特的追捕。在这块潮湿的区域，荷鲁斯学会了如何与自然共存，并且利用身边所有的资源。有一次，荷鲁斯被一条毒蛇咬伤了。伊西斯安抚完他的情绪之后，运用魔法为他解毒，并且告诉他，痛苦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战斗的意志。这句话深深地刻在荷鲁斯的心中，成为他日后面对困难时的力量来源。时间很快，转眼间他长大了。这几年的生活让荷鲁斯积攒了一股不小的力量。现在他想做的是复仇。在一个平凡的下午，荷鲁斯发动了他第一次的攻击，目标正是在逛街的赛特。很可惜，赛特只看了他一眼，便走向其他的摊位。荷鲁斯一点都没有打扰到他的兴致。士兵很快地淹没了荷鲁斯等人。等结束一切，荷鲁斯逃回驻地，剩下的就只有寥寥几人，这让他无比挫败。伊西斯看在眼里，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，毕竟埃及的王要自己站起来。在接下来的时光里，荷鲁斯一次次地发动了袭击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。而赛特也从一开始的轻忽到最后的严阵以待。终于在一次神妙的攻击中，荷鲁斯对上了赛特。荷鲁斯的神勇让赛特苦不堪言，节节败退。就当他胜券在握之时，赛特出手了，直接用魔法封印了他，并在荷鲁斯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挖掉了他的左眼。他要让荷鲁斯不再完美，接着他打断他的四肢，他要让他后悔向他发动攻击。再来，他击碎了他的胸骨，他要他溺死在自己的血里。就当赛特还要再下毒手时，伊西斯来了，他震退赛特，一把抱起奄奄一息的荷鲁斯，迅速离开。在伊西斯怀中的荷鲁斯轻声地跟他说：“我失败了，我甚至无法保护我自己，更别说为父亲报仇了。”这一战让荷鲁斯元气大伤，人也不再散发光芒，整天消沉度日。从最初的袭击到这一次荷鲁斯差点死亡，伊西斯总算开口了。他抱着丧志的荷鲁斯说：“失败并不可怕，真正的强者是在失败之中找到力量。这只眼睛虽然失去了，但是它会成为你的力量，提醒你每一次失败都是成长的机会。”在母亲的支持之下，荷鲁斯再一次振作了起来。以往的他都靠着愤怒在推动自己，这一次他想用智慧跟策略来面对。机会很快就来了，赛特已经肃清了埃及所有乱党，他将在众神的祝福下，在神庙举行大典登基为王。另外，众神告诉他，要登基可以，再跟荷鲁斯进行最后一战，公平的战斗一次。疯狂的战斗再次展开。经过上次不敌，其实这一次的赛特早有准备。
与荷鲁斯斗个旗鼓相当。赛特在常年的征战之中早就经验无数，他消弭了荷鲁斯的拳脚优势，并且暗中积攒了魔法，打算再一次封印荷鲁斯。就在这关键的一刻，伊西斯的法术破坏了封印，这让荷鲁斯没了阻碍，长驱直入，直取赛特。面对如此劣势，赛特勉强后退。结果荷鲁斯原本要抓向赛特脖子的手，因为他的退走，反而扣到了赛特的蛋蛋上面，并且顺势一把扯下。能打倒一个男人的，除了心痛，应该就是蛋痛了。正当赛特还在淡淡的忧伤时，伊西斯抓住了赛特，准备用魔法将他消灭。如果论在场所有的神，谁最痛恨赛特，其实是伊西斯，因为她的丈夫就死在她的手中，而且差点还搭上一个儿子。就当伊西斯要终结赛特的生命时，荷鲁斯阻止了他。他说：“母亲，你曾经告诉我，正义不是杀戮，让赛特活下来，他将见证自己的失败与正义的胜利。”这一刻，荷鲁斯成长了，他不再只是一个想要复仇的年轻神子，而是真正的王者。埃及再次迎来了盛世。荷鲁斯的故事就说到这边，谢谢你们跟我一起走进这段传奇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5号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